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清真寺长什么样，然后大家才知道，哇，这个清真寺更漂亮。我们在伊玛目广场接下来要参观的是位于东侧精美的谢赫鲁特夫清真寺和西侧气派的阿里卡普宫，可以看到整个伊玛目广场的全貌。我们准备去谢赫鲁特夫清真寺。据说之前这个清真寺是国王他们家族自己专用的，一直到灭亡了，后来才对外开放。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清真寺长什么样，然后好像是1960几年还是都什么时候来着才对外开放，然后大家才知道，哇，这个清真寺更漂亮。谢赫鲁特夫清真寺的规模比广场南侧的伊玛目清真寺要小得多，也没有宣礼塔和庭院，因为它服务的对象只有国王一家子。走进清真寺的大门之前，需要迈上门口高大的阶梯。在大门上方的一排文字是一些名字和头衔，包括阿巴斯国王、侯赛尼、穆萨维家族，这些都是先知的后裔。清真寺使用过很多名称，有大圆顶的，非常纯洁和美丽的，而谢赫鲁特夫是它正式的名称。顺着有点压抑的通道，才走了也就1分钟。再经过这个纪念品店，一拐弯就是清真寺的圆顶大厅。10多扇窗户提供的照明驱散了昏暗，顶部好像蜂巢的32个菱形同心圆，随着接近中心逐渐变小。这种动与静结合的设计，据说是讲述了宇宙的和谐。在这壁龛周围一圈的是12伊玛目的名字，用以区别逊尼派伊斯兰。和旁边的伊玛目清真寺相比，谢赫鲁特夫清真寺的确是华丽得多，但这份华丽又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显得内敛，其中更是蕴含着更多的设计意图。这个谢赫鲁特夫清真寺的回音没有刚才伊玛目清真寺的那么清晰，但是也挺明显的。清真寺并不太大哦，这居然还有中文的介绍。离开谢赫鲁特夫清真寺，我们就要去对面的那个什么什么宫来着，阿里卡普宫，也就是这个。这个是当年萨法维国王的宫殿，他会在这儿观赏底下这个广场的活动，看马球比赛。这个广场也是在这里的民众经常来休闲的地方，他们在这儿野餐。但这马真好看，我就喜欢这种大长腿的马。国王甚至在广场修了一条地下通道，方便自己和女眷来往于王室清真寺与眼前的宫殿，以免在广场上招摇。阿里语卡普分别是阿拉伯语和阿塞拜疆语，它们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帝国大门。据说登到顶部看广场非常漂亮。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是个木头门，说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位先知阿里，他葬在伊拉克那边的一个城里。然后呢，原来这个门是一个金子做的门，然后把那个金门给卸下来，换到那个阿里的那个墓去了，然后把阿里那个墓的门给换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就要穿过这扇门，走上宫殿的楼梯非常狭窄，而且每级阶梯都很高，也同样非常窄。游客们尚可扶着墙慢慢爬，当年要是有叛军向上攻击，就是难上加难。这是冷兵器时代各国常用的防御手段。可算上了2层，歇一下。右手边就是刚才在楼下说那个门的地方，在上楼的门右边就是再往上的楼梯。继续往上走。终于来到了观景平台，这可比刚才逛那2个清真寺加起来都累得多。墙壁的风格和刚才的清真寺完全不同，宫内的自然主义壁画极其精美。尽管在多次动乱时都遭到过破坏，好在有好几代波斯帝王都热衷于宫殿的修复。没票，没票。关灯了。没票。刚走上阳台就能看到广场上2座清真寺的圆顶。我们在这个阿里卡普宫的楼顶，就是我们目前能上到的最高层，可以看到叶玛目广场的全貌，包括那边那个已经修了很多年的清真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阿里卡普宫，并不是一下子从平地而起的，前后用了70年。最初只是皇宫建筑群的入口，然后人多了得加盖2层，接下来又盖了顶层，现在是音乐厅，然后在广场那边建了门廊，最终在大平台上立了18根柱子，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然后再跟我在大平台上看一圈伊玛目广场。虽然面积只是天安门广场的1/5，但也真够大的。广场名称的波斯语意思是世界形象广场。既然有伊斯法罕就是半个世界的说法，400年前的广场这么叫似乎也并不为过。阿里卡布宫的后边风景也不错，还能看到远山。我们要顺着这个陡峭的楼梯再走下去，得小心一点。所谓的刺石柱宫其实是含有水分的。从精美的壁画上传出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圆筒冰激凌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